我们的故事从头文字 D 藤原拓海的 A186 开始。这是一辆让人倍感眼熟的车，孩子觉得这辆车似曾相识。没错，这是卡达积木重新推出的正式授权版的 A186 C61024。孩子的兴奋并不是因为这是一辆头文字 D 的 A186，更多的可能只是这又是一辆汽车模型而已。随着父亲的介绍，在父亲眼里，这却不是一辆简单的车。孩子对包装盒上这个醒目的 D25 标志表示疑惑。25周年了，父亲的思绪也在这瞬间回到了20多年前，当他也只有眼前的孩子这么大的时候。他继续向孩子解释了2020年是头文字 D 诞生25周年。1995年，重野秀一开始在讲谈社漫画杂志周刊连载头文字 D， 并持续至2013年7月结束。接近20年的时间，对于一部连载漫画来说已不算短，它足以陪伴一代人的成长。当2020年1月8日，头文字 D 在日本官方对外发布了25周年纪念 logo， 同时阿里鱼作为头文字 D 在中国大陆地区指定的授权合作平台，宣布正式启动头文字 D 这个经典 IP 的商品化及营销授权合作时，我们知道积木品类中必定也会诞生一系列的头文字 D 授权产品。所以在去年卡达积木推出打前锋的头文字 D 产品 FC 和 FD 两款 RX 系之后，这辆授权款的主角座驾 A186 的呼声也始终不减。在收到这套卡达 C61024 之后的几分钟内，父亲与孩子便迫不及待地拆了箱。然而两个人在拆箱过程中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父亲欣赏着包装内外盒上各种极具头文字 D 风格的字符与插图，孩子则迫不及待地将内盒中的各种零件袋整齐地摆放好。最新的 A186 和前作 C61019 的差异，不仅仅是几张印有授权标志的贴纸，以及那块唯一的印刷件头文字 D 25周年纪念砖。父亲认为车的内部结构也一定发生了一些变化，而眼尖的孩子也从包装盒背面注意到了那对可以控制的大灯。这也促使两人在拆盒后马上开始了拼装，以验证他们各自所理解到的差异和猜想中的精彩结构。父亲也给孩子留了第一个问题，那就是想一下大灯是如何翻转的。他总是希望孩子可以带着问题去玩，并在玩的过程中体会到些什么。漫长的拼装过程是积木产品吸引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它让我们可以很享受的将这些标准零件组合成心中所想的成品的过程。对于父亲来说，这辆 A186 也是他美好的童年回忆。他称赞了这次新款86的拼装过程，步骤相对老款发生了变化，不过孩子倒认为后排靠背的铰链安装顺序好像有一些不妥，比较难装。不知不觉中，两个人就完成了6个零件袋的拼装，不到1300个的零散零件，很快就变成了一辆完整的86。剩下这么多的零件，则肯定是因为这辆车可以改为全遥控的版本。孩子从说明书的第 F 大步骤中发现了端倪，还有不少零件是用来拼改装件的。很快，这些用于将车辆改装成 Project D 版本的改装部件就都组装完毕。这类改装都属于典型的花小钱办大事儿，不多的零件和很短的时间，车辆就可以从配色到形态完全变了一个样子。而从孩子把玩时长上看，明显是 Project D 的黑炭版更受欢迎。最后贴贴纸的过程让父亲又爱又恨，爱的是半透明的贴纸贴上去后毫无色差的观感，恨的是贴纸变成了一张张指纹收集器。藤原豆腐店的跨零件并没有让他反感，因为在这里，这份授权已经战胜了他对零件复用的要求。没有这行字的 A186 是缺少灵魂的。A 代表搭载的丰田 4A 系列的引擎，如 4A-GEU。E 是代表车辆级别，对应的现在就是卡罗拉。8代表了这辆车属于第5代 E80 系列的车型。6则是车型版本，这是一辆3门掀背车。车头贴着 Trino， 就是车系车型的名称。这辆车的实际车系是 Sprinter， 衍生自当时的卡罗拉。Sprinter Trino 是轿跑版本，对应到当时的卡罗拉则是 Corolla Levin， 而这个叫 Levin 的车型现在也能看见。父亲贴着贴纸喃喃地进行着科普，孩子则迫不及待地将两侧车门、前发动机舱盖以及6倍的掀背尾门全部打开。这其实也是孩子从小每拿到一款不管什么比例、什么车型的车模后的标准动作。而即使孩子已经长大，在喜提自己的第1辆甚至是第 N 辆爱车的时候，这波操作往往也不会被遗忘。孩子拿出一款他最爱的机械组人仔，通过一拆卸的顶棚将人仔和谐地放在了右边的驾驶位上。
拿起后备箱内的那一层切好的豆腐块，下面还有一层没切的。但是因为每天凌晨，拓海就帮父亲把豆腐送上秋名山，这也造就了他比大多数同年龄段的对手有着更高的驾驶技术。父亲回忆着他曾经看过的那些画面，拓海的父亲为了锻炼拓海的车技，总是在车上放上满满的一杯水，所以无论车辆如何颠簸，豆腐都不会有任何的移动。孩子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按压着后轴。作为一辆可以改装成遥控版的86，联动方向盘的前轮转向是必须有的，后轴的差速器当然算是加分项。孩子惊诧到后轮的差速器并没有和发动机联动，父亲则解释了这种小颗粒车模并不要求一定要有一个联动的动态发动机，而前几天那辆红色的911其实是特例。他要给孩子留了一道作业题，这里为什么不方便做成联动的发动机呢？孩子将这辆86翻了过来，反复地按压着后轴部分。这个后悬架为什么要这么设计？他一脸问号地摆弄着。父亲找来了几辆 A186 原车的底盘图，很明显，拖曳臂的后悬架中最具特点的结构已经被还原了出来。当孩子翻箱倒柜找出乐高8110和42043这对梅赛德斯兄弟的时候，他对比了底盘，也瞬间明白了父亲留的第二个问题：若要在可变悬架的基础上实现传向车头的主传动轴，则要用到球形框架或者是小转台。显然，这种仅仅1:12的小尺寸车模并没有空间实现这类结构。当然，也有父亲前面说的联动的必要性不大。最底部的差速器向上经过2层，将车轮旋转力传递到了后备箱中。这里看不到有任何的联动装置，而且还有一个明显与车身主体配色不同的黄绿色孔梁，这块必有乾坤。孩子带着疑问将目光聚集到了车头，他仔细端详着发动机舱内的结构，支撑杆从前座的横置于车头变成了纵置于左侧。这个支撑杆更多的只是装饰，因为舱盖与挡风玻璃结合处的夹子和手柄零件的阻尼足够支撑。纵置的发动机是纯静态的，授权确实会让产品的档次提升明显。然而这些都不如车头那几个机械感十足的小齿轮更吸引孩子的注意。跳灯是那时候的一个时代特征。孩子回想着父亲留的问题，大灯是如何翻转的？拼好的成品并不是那么容易看清结构。底部是一根传动轴，上一代的2格传动环中央套了2根皮筋儿，涡杆上方有一个小齿轮，其前方还有一个。孩子和父亲打算从说明书中寻求答案。最前方的小齿轮其实并不具有传动功能，这里充当了一个手感并不能说很好的旋钮。拨动小齿轮，涡杆随之旋转，涡杆上方咬合的一个小齿轮却并不能像常见的涡杆结构那样被推动旋转，因为这个小齿轮被故意用十字轴锁死了。既然无法旋转，那么它就只好顺着涡杆的螺纹水平移动。这是因为小齿轮以及锁死鳍的结构作为一个整体的滑块套在了一对由十字轴做成的滑轨上。往上看，随着滑块的平移，小齿轮在4格齿条上因为移动而产生了旋转，这也和常见的齿轮旋转滑动齿条的力传递方向是相反的。孩子此时已经恍然大悟，所以在经过一组齿轮咬合，大灯就具备了一边移动一边翻转的效果了。从他的眼神中也能看出这组精巧的结构带给他的冲击力。但这块还有一个问题他没有明白，那2根套在传动环上的皮筋到底是干什么用的？父亲认为前轮转向的结构孩子不应该陌生了。孩子心想，这已经是经典的结构了。转向依然没有使用齿条，而是和很多支持转向的小颗粒车模一样，依靠孔梁自身的间隙，通过转动中央转向传动轴，拉动拉杆使前轮转向。对于经常看专家号的节目且总是不忘素质3连的朋友，对这种转向结构的描述早已背得滚瓜烂熟。转向传动路径除了联动方向盘之外，还有一路留在了底盘底部，并再次看到了一个黄绿色的3孔孔梁。就在这个瞬间，他明白了，和后轴那个黄绿孔梁一样，这一定是用来标识连接电机的。在说明书的第 G 大步骤中，他也印证了自己的猜想，只是豆腐块与中央挡杆变成了遥控改装方案的牺牲品。所以跳灯结构那2个皮筋的作用，孩子似乎一下明白了。皮筋是连接跳灯用的电机和下方传动环的传动皮带。父亲还不忘补充，这同时也起到了离合器的作用，防止打齿。
这其实是与这辆 AE86 真车同时期的乐高机械组很常见的一种传动方式，而这个微型电机的使用也很让人惊喜。但是和豆腐一样，静态发动机也不得不为微型电机让路。随着3个电机以及 LED 灯都连接上固定在座椅后方的电池盒上，遥控版的 AE86 给了孩子另一种玩耍方式。而在父亲眼里，每一套遥控积木车模都具有的转向和行走，并不能让他有太大的反应。只有当那一对跳灯跳起并点亮的时候，他的思绪才能真正的回到当年。打动一个成年人有时候并不需要有太多太复杂的事物，一处画龙点睛之笔就已经足够了。虽然父亲认为这款 Kata C61024 已经是他见过的成熟度最高的车模产品之一了，但他认为还是有一些小的遗憾，如静态发动机可以提供一套改装方案，如前轴在零件和结构上其实是可以做出避震器的，也许是为了发动机的还原，最终还是像老款那样没有提供。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想要100%还原的车模，我们也一定不会去买一套积木。对于 AE86 这样一款授权的话题产品，将我们的那些刻骨铭心的童年回忆准确地呈现出来，可以在不同维度打动2代人的精彩。也许这就是 C61024 这款产品恰如其分所完成的使命吧。感谢观看今天的故事，这里是专家号，我们下一期再见。从 C61024 这种中等尺寸的遥控车模，到8格宽的迷你版 C55014，再到主角的方头仔造型，Kata积木的头文字 D 系列已经形成了一大体系。我们最后奉上 C55014这套不到300个零件的小颗粒迷你86。